1976年2月，美国各大新闻都报道了一则重磅消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再次访问中国，并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而且所有新闻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点，尼克松同毛主席进行了1小时40分钟会谈，只比福特总统去年12月同毛的会谈少10分钟。身为前总统，能感受到中国如此的热情，尼克松自然非常激动。不过另外一个反复在新闻里被提及的总统福特心情就相当糟糕了，因为当时正是美国大选的关键时期，福特正在积极地拉选票争取连任，而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这给福特的连任计划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果不其然，在新一轮的选举之中，福特落败，卡特成为了新一任的美国总统，继续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不过话说回来，中国的一个举动为何会影响到福特的总统之路呢？这就要从头说起了。众所周知，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是在1972年，这次出访直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尼克松当时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做出了承诺，会在自己任期内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尼克松当时已经快要卸任，不过尼克松认为凭着自己过去的政绩，赢得连任并不难，再给尼克松4年的时间，中美关系必然能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可万万没想到，也就是在1972年，一个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最大的丑闻爆发了，那就是人们熟知的水门事件。1972年6月17日晚上，一位在水门大厦工作的民主党成员离开办公室之后，忽然敏锐地发现，大厦之中明明已经熄灯的办公室，还有几道光柱在晃动着。他意识到可能有人潜入办公室，于是立刻通知了保安。随后5名男子在水门大厦之内被逮捕。经查证，这5名男子是潜入大厦安装窃听器的，而且其中一个被捕的正是当时尼克松竞选团队的成员。也就是说，共和党出身的尼克松为了能够战胜对手，竟然计划在民主党成员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这样的手段显然触及了底线，也几乎毁灭了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尼克松自然否认自己和水门事件之间的关系，但他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洗脱自己的嫌疑。当时选举结果已经基本明朗，尼克松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他还是成功连任了总统。然而水门事件的讨论却一直不绝于耳，民众纷纷要求这位有着窃听嫌疑的总统尽快下台，国会更是计划直接对总统提起弹劾。在百般压力之下，1974年尼克松选择辞职。尼克松卸任之后，身为副总统的福特成为了美国新一任的总统。而福特的政治思路和尼克松有着很大的区别，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对中国的态度。尼克松对于中美邦交恢复正常化这件事情是非常积极的，福特却显得犹豫不决。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华倾向，可是这位总统的存在也导致了中美关系停滞不前。本来在尼克松的推进之下，双方的关系已经显现出曙光。然而1975年2月福特访华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意识到这位新总统对中国并不算友善。那时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必须尽快争取和美国建交。在尼克松卸任之后，中美关系大受打击，为了促使福特这位新总统下定决心，已经病重的毛主席还是坚持和福特进行了谈话。但谈话的结果让毛主席很失望，福特简直油盐不进，不愿意给出任何明确的答复。更致命的是，福特不想正面讨论台湾问题。要知道，之前与尼克松谈话时，尼克松曾经承诺过愿意明确地承认中国对于台湾的主权。然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政策，福特这次出访中国可以说是完全的失败。等回到美国之后，福特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似乎打算在任期之内把中美建交这件事情拖去。可是时间不等人，中国内政外交压力都很大，所以中国只能寄希望于美国的下一任总统能够重拾中美之间的友谊。然而要等下一代，某种程度上也是个难事，因为美国总统连任很常见，福特不过当了1届，若他再连任4年的话，大好时机就真的要被彻底消磨了。时间进入1975年，福特团队果然开始为下一届连任做准备。已经当过1届总统的人，通常在大选中会占有先决优势，而对于美国的总统选举，中国似乎是无法左右什么的。不过毛主席却认为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重新推动中美关系，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身上。
作为一个因丑闻被赶下台的总统，尼克松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只能黯然地回到加利福尼亚。人走茶凉这4个字在尼克松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卸任2个月之后，尼克松因静脉炎发作住院，当时愿意问候他的人寥寥无几。但令尼克松惊讶的是，毛主席竟然亲自打来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并对尼克松表示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今后依然欢迎他来。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让尼克松一生铭记。1975年，毛主席认为是时候正式邀请尼克松再次访华了。其实早在8月份，中国就曾经联系到尼克松，表示希望他能够尽快安排访华。尼克松当时为这件事专门联系了基辛格，表示若是新总统福特允许，自己愿意立刻出访中国。不过当时基辛格劝阻尼克松，他认为福特上任总统之后还未访华，如果尼克松先行一步的话，会让新政府感到难堪，因此应该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尼克松接受了这个建议，而随后的事件便是福特那次令人异常尴尬的访华之行。在福特之后，尼克松访华必须被提上日程了。不过中国也考虑到，如果贸然邀请尼克松前来中国，美国政府未必同意，所以中国采用了一种较为迂回的办法，先邀请了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前来中国。面对尼克松的女儿朱莉，毛主席很诚恳地说，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而且在朱莉与丈夫即将离开的时候，毛主席还做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那就是亲自把2位客人送到门外。要知道那个时候毛主席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行动坐卧都受限制，所以那些年接待外宾的时候，毛主席很少亲自将人送出去。这份礼遇让朱莉夫妻深为感动，回去之后他们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如实告知了尼克松。所幸美国方面对尼克松要访华的意愿并没有强烈的反对，于是1976年2月，中国公开发布新闻，宣布尼克松将要再度访华的消息。这个消息顿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毕竟如今福特的声威如日中天，中国却偏偏要邀请尼克松这个前总统，人们参不透这背后的深意。再说尼克松在当时可不算什么香饽饽，他的丑闻还没有澄清，在任何人眼中都是烫手山芋，各国正要对他避之不及，而中国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全世界都猜测纷纷，中国到底想要做什么呢？很多报纸还做出了如此评价，他们说这一看就是只有毛主席才能做出的决定，只有毛主席才会这样的出人意料。总之在举世瞩目之中，尼克松终于乘坐飞机来到了中国。而另一边，正在准备总统大选的福特焦虑不安，他很清楚中国的这一举动很可能会给接下来的总统大选带来极大的变数。何况中美关系本就是美国政府之内一个频繁被提起的话题。过去福特一直在糊弄，但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这个问题还能够继续被掩盖吗？福特很惶恐，但他完全不能采取行动。最初他想要限制尼克松出国，但是很快被劝阻，因为尼克松早就已经是一介平民，如果福特大张旗鼓地限制他出行，反而会为人诟病。当然这也在毛主席的预料之中，他知道在总统大选这个关键的时刻，福特所有的行动都会相当谨慎，因此尼克松访华之行必然能够实现。中国对尼克松的接待分外用心，尼克松到来当天便安排了几十位高级官员共同迎接。更让尼克松感慨的是，中国给他的待遇与他当年以总统身份访华的待遇是一模一样的，依旧是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依旧为他隆重地举办国宴，也依旧安排他去拜访毛主席。当尼克松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先是惊讶，随后不免难过起来，因为他注意到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已经恶化了，甚至连说话都很困难，有时他不能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只好抓起一旁的笔记本，用书写的方式和尼克松交流。尼克松不禁想到，4年前见到毛主席，他还是如此的健谈，而现在病魔折磨着这位老人。但尼克松更多的是敬佩，他知道自己这次访问背后有着很深刻的政治意义，而这样一个足以影响世界的决定，是毛主席在病床上所做出的。即便他的生命在一点点地流逝，可是他的思维依旧敏锐，他在用最后的精力保卫着这个由人民创立的国家。这场会面持续了1小时40分钟，在谈话结束时，
毛主席坚持要把尼克松送到门口。于是助手搀扶着毛主席慢慢起身，在即将出门的那一刻，毛主席还是坚持推开了助手，一个人站在那里目送尼克松走远。回去之后，尼克松不禁感慨，使我惊讶的是，毛主席如此高龄，思想仍如此明晰敏锐，对当前国际重大问题仍如此关切注意。历史上何去何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精神和思想的活力。毛主席就是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大洋彼岸，美国所有的报纸都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尼克松会见毛主席的消息。很多人也立刻意识到，这是击败福特的优势，他们选择直接将中美关系放在明面上，对福特发出质疑。美国社会也出现了很多反对福特的声音，因为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是极有必要的，而福特在担任总统期间显然没有针对中美关系做出有益的举动，而这很可能影响美国的未来。对于争取连任的福特，这样的打击不可谓不大。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中美关系之中的消极作为，所以大量的选票开始倒向另一派。不久之后，福特输掉了他的总统大选，而他的失败和尼克松访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若不是这次大张旗鼓的访华，福特完全可以对自己在中美关系上的不作为轻描淡写，而不是像后来那样闹得沸沸扬扬，举世皆知。这是一次典型的阳谋。中国没有采取任何龌龊手段，真正击溃了福特的恰恰是他过去在政治上的傲慢。福特后来也只能承认，在这场斗争之中自己技不如人，成为输家是可以预料的。总之，福特为自己过去错误的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新上任的总统卡特显然吸取了教训，在无数人的努力之下，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开启了。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这终于正式结束了中美双方多年来的敌对状态。很多人评价，这为中美关系40年的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在悼念毛主席时，尼克松这样说：毛主席逝世了，终年82岁，结束了他毕生的长征。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气和思想坚定的人。